美国至今举办过的58次总统大选中，只有4次的结果有争议。近年来，大多在选举当晚，大部分的计票结果出来之后，明显已经输了的一方会出来公开认输，从此大势已定。其后什么选举人团都是官样文章，走走形式而已。然而今年的大选开票预计不会太快太顺利，一来是有大量的邮寄选票，势必要延迟开票的进度；二来双方的差距不是很悬殊，所以还没开出大部分的选票之前，可能看不出谁输谁赢。再加上有争议的地方，双方都要提出诉讼，这些诉讼会耗时多久，结果如何，都是变数。因此问题来了，如果总统大选日当夜、隔日甚至更久还没有确定的结果出来，要怎么办？首先，我们要知道几个重要的日期。我们现在从大选日起看看，如果总统难产，接下来会如何发展。由于美国总统是间接选举，我们投下的总统选票并不是直接给了某个候选人，而是告诉我们所在的州要将选举人票投给某个人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一州得到最高选票的总统候选人，将会囊括本州全部的候选人票。比方说，加州得票最高的候选人，便可以得到加州全部55张选举人票，而选举人必须在全国赢得至少270张选举人票，才算赢了总统大选。关于这个选举人团的制度，有兴趣的人可以上网查查细节，或者我们将来可以再做一个专题来讨论。要顺便一提的是，有些人只在意总统选举，对于投票时其他的选举或提案，例如众议员选谁，都搞不清楚或者不在乎。然而事实上，在总统难产的时候，最后可能由众议院决定谁当总统，所以不能不注意。这细节我们晚一点再说。因此，我建议大家，虽然有太多的各项候选人，太多的提案，每一样都和我们的荷包与前途息息相关，我们投票前最好还是花点心思搞清楚了。好，接着说大选结束开始计票之后发生的事。近年来的大选几乎都是投票所关闭后几个钟头内便已经知道结果，但今年将会是个例外。由于这次预计投票率很高，而且邮寄选票特别多，估计开票过程会拖延，再加上有不少选举诉讼，结果什么时候能确定，谁也说不准。如果拖延下去，不论是因为计票太慢，或者因为诉讼，一直没有一方达到胜选所需要的270票，胜负分不出来。下一个重要的日期就是各州的选举人团聚会前6天的所谓安全港日。在这个截止日期之前，各州必须决定并提报选举结果。如果到这时候结果还没出来，联邦法律允许州议会自行指定选举人团。这么一来，议会里的多数党推出来的选举人团，便有可能不代表在该州得到多数总统选票的一方。如果这个州的州长和议会分属2个不同党派，甚至可能发生他们分别向国会提报2个不同的选举结果。下一个日期是选举人团集会投票的日子。选举人团在各州各自投下总统、副总统选票，在总数538个选举人里，要得到至少270票才能获胜。在谁输谁赢没有悬念的时候，这只是个形式，但在总统难产的时候，这里面还是可能发生变数。如前面所说，如果某一州的结果迟迟不出来，便有可能推出非胜选一方的选举人团。此外，选举人有可能跑票，不投给他应该投的人。美国宪法和联邦法律
并未要求选举人必须要依照该州的普选结果来投票。不过有33个州有防止跑票的州法，而联邦最高法院也裁定各州可以做这样的限制。依照过去的记录，超过99%的选举人都依照要求投票。专家认为，只有在双方差距很小，而且合谋跑票的人够多的时候，才有可能反转选举结果。但这也不是不可能，尤其是在惊奇不断的2020大选当中。2020年12月23日是选举人团投票结果送达参议院及档案局的截止日。新国会在1月3日宣誓就职，接着在1月6日开参众两院联席会统计选举人团票数。如果有参众议员联名签署对票数提出异议，则参众两院要各自依照联邦法律来处理。即使还有些州的票数没出来或有争议，这时如果已经有人得到至少270票，国会便可以宣布他当选。如果计票结果没有总统候选人得到270票以上，那么根据宪法第12修正案，众议院要由得票前3名的候选人之间选出总统。这时并不是每个众议员都有1票，而是每个州1票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前面说，当总统难产的时候，你选的众议员至关重要。如果计票结果没有副总统候选人得到270票以上，那么根据宪法第12修正案，参议院要由得票的前2名候选人之间选出副总统。这时每位参议员有1票。如果总统、副总统以这样的方式产生，那结果会不会出现分属不同党的总统和副总统呢？此外，如果100位参议员投票结果是平手，那时会不会出现身兼参议院议长的副总统出来打破僵局，投给自己1票的情形呢？依据宪法，美国总统4年任期在1月20日终结，新任总统、副总统在这一天的中午宣誓就职。虽然不太可能会拖得这么长，但这时如果新总统、新副总统还没产生出来，依据总统继任法案，可以继任为代理总统的第1顺位是众议院议长，其后是参议院临时议长，然后是国务卿以及其余内阁阁员。不过一般认为，议长应该不太愿意辞去国会职务，就只为了担任短期的代理总统。总统继任顺序是另一个有趣的话题，如果大家有兴趣，我们也可以做另外一个专题来探讨。这场美国总统选战结果至关重要，是全美国以及全世界关注的焦点。透过这个过程，大家也可以见证到美国的宪政体制以及政治操作。投票开票过程会顺利吗？要多久？要走到哪个步骤才能确定当选人呢？这会是个平和顺利的过程吗？我们且拭目以待。